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你们如果是及时的收看了我上期的节目，肯定是赚到钱了呀，因为我在上期节目中就叫你们抄底儿了啊，对不对？然后呢，我当时说让抄完底儿，过了有个半天左右吧，以太坊就从我那天讲节目的$1280左右反弹到了1371。ATM 呢，就从$11.2左右反弹到了12块多。那现在有可能有点回调啊，但是你如果是做短线的话，抓住这个波段，盈利还是不小的。OK， 今天呀，我们出大事儿了，大陆的小伙伴们，你们马上就要 game over 了。习近平连任了，然后呢，他的这个7常委啊，都是人均初中水平的习家军做政治局常委，这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了。不过呢，有些 low 逼们可能还不理解这个事情对你们的经济利益的直观影响到底有多大啊。OK， 那我再换一个角度来说一下，在座的大陆观众朋友们，你们有买房子吧？或者说有背负房贷吧？你们有开店的吧？或者是你们的朋友亲戚有开店的吧 ？OK， 在这些领域啊，你们要完蛋了，你们的资产要归零了。我说的这么严重，可能有些人还不信，但是我想说啊，赚钱不容易，尤其是在大陆赚钱，真的是很辛苦呀。你们辛辛苦苦攒下的钱、赚下的钱、买下的房子、开的店，你的资产要受到威胁了，那你为何不宁可信其有呢？你们仔细的听完我今天的节目，听一下嘛，觉得有道理了，说不定还能保财保命。如果你们觉得听完了没道理，就当给自己的资产有一些保险性的理解，那也是好事儿，对不对？人多了解一些东西没坏处，是不是？ OK， 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还是会给出我对行情的一些预判和分析。来，仔细听好了，各位，今天要讲的内容很重要。等一下，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来把你们屏幕下方的那个点赞、订阅、小铃铛打开啊，就这个屏幕下方的看一下啊。财富密码的活动仍然在继续，发财数字会随机的出现在节目中，也有可能是我忘了没有说啊。反正你答对了以后，包括你的狐狸钱包地址，那我就可以给你转账奖钱了。OK， 别忘了把今天的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好，来讲正题啊。习近平连任了，对吧？不该说是连任啊，准确的来说是登基更好一些。那既然有新皇登基了，按照中国的历史规律来看的话，新皇登基一般都是要发新币的。实际上呢，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亡党了。你看嘛，共产党的这个集体领导没有了，各种党章规章制度、党纪国法全部都被习近平改了，党纪国法成为了习近平他私人的宫廷法典。共产党现在可以说是名存实亡了。现在我们称中国共产党已经不能叫中共了，应该叫习共，习近平控制的共产党。甚至呢，当习近平以后权力再大一些的话，就可以叫习党了。我们不难猜测啊，习近平会在第4到第5任期就可能会改国号，让他成为真正意义上超越毛泽东的开国皇帝始皇帝。而且习近平他现在就是皇帝嘛，对吧？他的这些所谓的集体领导的常委也都是他的走狗，团派、江派，所有的其他的派系全部出局，是吧？现在只剩下他自己的蔡奇呀、李强呀这种一个要刺刀见红，驱逐低端人口，蔡奇嘛，对吧？一个是在上海搞极端封城的，坑死了多少人的那种酷吏，李强，这些人都是文革一代，提倡计划经济的，提倡对老百姓铁腕统治的。而且呢，咱们习皇帝登基计划经济也安排上了这种数字人民币，对不对？数字人民币老生常谈了，包括健康码这类的高科技管控
面具人，我之前已经给你们预测了很多了。我之前说的各种各样的数字人民币呀、健康码的功能，是不是现在都实现了？老观众可以给我留言打个1，证明一下啊！我之前就说了，数字人民币买卖房这个是最重要的。你以后卖房的钱只能卖成数字人民币，而数字人民币这个东西，外国是没有数字人民币的外汇存量的。它不是人民币，它跟人民币是2个东西。你拿这个数字人民币去换外汇，去外国买东西，人家肯定是不认的，因为人家没有你的存量。而且呢，官方中共官方、习共官方已经明确的说了，数字人民币是有专款专用的功能的。目前官方给出的公告还算是比较温和，温水煮青蛙嘛。但是这个公告也就明确的说了，数字人民币是可以分门别类的，哪些钱能用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哪些钱能买什么，不能买什么，都是系统设定好的。我给你们说一下关于数字人民币公告的原文原文，各位你们仔细听好了。数字人民币应用于政府专项资金的发放、预付资金管理、公积金缴纳、税款缴纳等领域。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具有可追溯性、透明性和不可逆转性的特点，能够促进企业专款专用，减少挪用资金的风险。各位，目前呢，王沪宁为了避免老百姓反感专款专用的称呼，各位你们也听到了刚才那个文章里面重点最近有点咳嗽重点的提到了专款专用这4个字。那党现在为了避免老百姓反感专款专用嘛，给这个功能叫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穿透支付。现在已经有很多地方用数字人民币交公积金，甚至打卡工资，各种各样的福利补贴金都是用数字人民币发放了。那我们都知道，就拿公积金来说公积金是从你的工资里面扣的，等于说你现在的劳动力换取的工资就只能是数字人民币了。之前公积金还是可以取现的，你赚的钱就是钱，你存的公积金还是钱，你是可以拿出来当钱花的。现在呢，你的数字人民币公积金它就是公积金，甚至连之前的公积金的含金量都不如，啥都干不成，只能专款专用，取也取不了爽不爽？各位，以后你在国内打工，你挣的钱不单是公积金了就是你的工资都只能是挣工分，爽不爽？各位别急，更爽的还在后面呢。你的工资、房子以后都是数字人民币了。很多人之前还想着把房子一卖，套一笔钱就能出国了，是吧？离开这个粪坑，离开这个文革集权专政的国家。是面具人，我早在几年前都建议你们这样做了，赶紧把房子卖掉，赶紧出国跑路吧。现在你们才这么想，才想起来要卖房子，已经晚啦，卖不掉啦，就算能卖掉，也是数字人民币啦。目前江苏太仓卖房子已经是可以用数字人民币了，并且人家官方就指明了要为商品房预售资金开设数字人民币监管账户，将进一步增加卖房资金的使用的透明度和数字化特色支付的监管预期，充分保障客户购房资金的安全。各位看，官方说的话多么的官方呀！把你的钱变成数字人民币，把你的钱监管起来，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那你的钱怎么安全？那你的钱存在党的口袋里面是最安全的呀，对不对？这可是官方的原话我们刚才说到了，新皇帝登基要铸新币，实际上呢，数字人民币就是习近平称帝之后的新币。以后的什么商店呀、超市呀、餐馆呀，都会由供销社统一替代、统一记账。你老百姓之间，就算是你超市的这个商店的这个
哎，不能算是老板了，都是给共产党打工了，以后都是这个供销员啊，都是要服从党的组织纪律领导的。哎，谁敢收现金，谁敢夹带私货，那是要判刑的。以后全部只能收数字人民币，懂了没？各位，我讲到这儿了，你们仔细想一想，现在这些甚至好多学生呀，还有那些上班的人的护照都给你收缴了，不让你出国，也不让你换外汇。我说到这儿了，你们该仔细想一想了。钱是你自己的，流量是我的，我要流量，那你要不要钱呢？那是你自己的决定。反正我和我的会员们都在把自己的钱换成美金，换成优。我去年都已经给你们建议说把钱换成美金了，对吧？现在美金又涨了，开心不？卢布，我当时也说让我的会员换卢布，卢布都翻倍了。哎，那一说到这儿啊，我们继续来说一说金融行情啊。哎，这个皇帝登基了以后呀，港股、中股都大跌，为什么？证明市场不买账，证明这些私企老板们都在套现跑路。美股目前是涨了啊，那这也不难看出，资金还是流向强势的美元地区，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是吧？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指数这块啊，美元指数的周走势有些下滑，但是今日的走势是略微上涨。不过，鉴于马上要到加息日了，美元指数再站上新的高点是指日可待的。所以呢，我建议啊，各位前段时间如果说炒币有点略亏的小伙伴们啊，你们现在把币抛了以后，是不是就剩下优了？或者你之前割肉剩下的优啊，这个优你可以再憋在手里面多等几天，万一1个礼拜以后美联储加息加100个基点，或者就说加75个基点，美元指数还是涨，你可以在美元指数处于高位的时候，再把美元换成比如人民币呀、欧元呀、澳币呀、英镑呀、日元呀，你做一个套利搬砖，那你就可以赚一些钱来弥补你之前割肉或者其他的亏损的损失，明白了没？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币圈啊。虽说币圈前天、昨天进行了一小波反弹，但是我认为啊，这只是庄家的操纵，因为这一种反弹刚弹上去没多久，就快快的砸下来了，这很明显就是一种操纵。可能呀，我觉得接下来会出现这种剧本啊，那就是庄家们想在加息日之前玩一波极限操作，在接下来的2、3天再拉一拉，越接近加息日，他越尽其所能的去拉一拉，然后呢，再配合一些什么75个基点加息已经被市场提前消化了，美国要放缓加息的啊，美联储态度变软了，这种类似的宣传啊，营造一波可能出现的假繁荣，让大家去梭哈 FOMO 买进去，然后呢，他们再收割，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并且呢，我觉得还是不小的，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去重仓买啊！在这种关键节点且是不稳定的行情之下，可能性有很多，你拿不准，你只能去权衡哪种可能性大，哪种可能性小。那万一你这个判断错了呢？毕竟能选的路太多了，对吧？谁也不能保证自己100%就能选对，所以呢，我们只能做风险管控，你就是拿个2、3成，最多3、4成的仓位，继续的娱乐性的抄底或者抄短线，赚一点就跑就好了。它只要砸下来一点点，或者说砸的这个跌幅差不多了，你看啊，你现在买进去，见上2、3个点、3、4个点的利润，你就可以跑了。然后呢，哎，我们套利完了就可以静候加息日了。在加息日之前做一些小动作啊，搬砖套利就 OK 了，剩下的咱们就隔岸观火。OK， 那至于有什么及时的变动、及时的点位，我会在会员群里面另行发公告的。如果你们想要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流，得到我及时的点位分享和参加高倍率的早期项目，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祝你好运，再见。